第10课，从科学逻辑到信心的跨越。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科学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科学带来的便利，例如医疗进步、网络科技、人工智慧等。科学教我们如何思考，如何验证事实，让我们习惯用数据、逻辑来解决问题。因此，当我们谈论信仰时，许多人第一个反应是，信仰不是违背理性的东西吗？但真的是这样吗？科学让我们理解世界的运作规则，却无法解释这些规则背后的终极意义。正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说，科学没有宗教是瘸子的，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。科学和信仰并非互相排斥，而是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。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深刻的问题：科学逻辑的极限在哪里？信仰如何帮助我们跨越这个界限，找到更深层的答案？一个科学家内心的矛盾。让我们从一位虔诚的无神论者，法国知名哲学家与数学家布莱兹·帕斯卡谈起。他曾经深信凡事都应该用理性分析，他发明了几率论，甚至设计了早期的计算机。然而当他深入思考人生终极问题时，他发现纯粹的理性无法解释人的内心需求与世界的最终意义。这让他开始思考，如果我们一生都依靠科学与理性来决策，却忽略了灵魂的层面，会不会错过最重要的事情？于是他提出了著名帕斯卡赌注：如果神不存在，而你选择相信神，你并不会有什么损失；但如果神存在，而你选择不相信，你将错过永恒的生命。这种思考模式正是理性与信仰的交界点，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在探索宇宙时最终踏入信仰的原因。科学的界限，它不能回答的问题。科学的确令人惊叹，它能够解释宇宙的起源、疾病的机制，甚至让我们发明出精密的机器。但科学有它的界限，无法回答这些关键问题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科学可以解释人类如何进化，但无法回答为什么我们存在。道德从何而来？科学可以描述人类的行为模式，但无法解释善与恶的标准。爱与希望从何而来？量子物理可以解析原子的组成，但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会爱、会牺牲、会渴望美好。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？科学只能探讨生理现象，却无法回答灵魂是否存在，死亡是否是终点。科学是一盏灯，照亮了世界的运作法则，但信仰则是一扇门，引领我们超越有限的知识，进入更深的真理。理性到信心的转折点，我们需要信心来跨越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描述了一位登山者的挣扎。这位登山者夜间迷失在悬崖边，他手中只有一根绳索，他紧紧抓住绳索，害怕自己会坠落。他呼喊着：有谁能救我？忽然一个声音对他说：放手吧，你不会掉下去。这名登山者迟疑了，他无法确定这声音是否可信。最终他选择继续抓紧绳索，
隔天救援队找到他时，他发现他距离地面只有不到1公尺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理性可以让我们分析状况，但有时候我们需要信心来做出关键的决定。信仰不是拒绝理性，而是在理性无法再前进时，选择相信一位比我们更伟大的存在。当你坐上一架飞机时，你无法100%确定它绝对安全，但你仍然选择相信工程师的设计，飞行员的专业，这是一种合理的信心。同样的，当你选择相信耶稣时，你不是盲目地跳入黑暗，而是基于历史、科学见证，做出一个有根据的决定。4. 超越理性，找到永恒的答案。耶稣曾经对怀疑的门徒多马说：“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”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这并不是要我们盲信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有些事情超越了人的有限理解，需要用信心去接受。当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，会发生什么？一，你会发现一种全新的生命视角，世界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数据，而是充满了意义与目的。二，你会开始经历神的爱与带领。许多科学家原本不信神，但当他们开始祷告、阅读圣经，他们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三，你会拥有真正的平安与盼望，即使科学无法解释的苦难与不确定性，信仰可以带来内心的安稳。结语：理性与信仰同行。一位天文学家曾说，当我越深入研究宇宙，我就越觉得神的存在无可否认。我们不需要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做出选择，而是可以让两者互补。科学让我们理解世界的运作，信仰让我们理解生命的目的。科学让我们探索宇宙的奇迹，信仰让我们认识奇迹的创造者。今天耶稣也向你发出邀请，放下仅仅依靠理性的绳索，伸出你的手，经历真正的信心。这不是拒绝理性，而是超越理性，发现一位爱你的神。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？